来分享一个我的愿望，我想上恋综，因为我一直以来想要那种轰轰烈烈的恋爱，我现在已经谈过一次了 ，normal。但是其实我在谈过恋爱之前呢，我是没有谈过恋爱的。哎，反应很快啊！大概5年之前啊，有一个恋综，他们专门找那种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找母胎单身的人，有人还有印象吗？我当时就报名了，报了名之后已经开始幻想了，我说到时候4个男嘉宾，我追着他们玩儿，我这么玩儿，报名没通过，先把我玩了。那个导演拒绝我的理由是，他说我太重量级了。我刚开始都没听懂，我说我还是个素人呢。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我想阴阳怪气谁不会呀？我说节目体量这么小吗？这综艺不是 S 级吗？是小马的 S 啊。后来这个节目播了，我去看了，因为我单纯想知道他们没有选我，选了什么样的货色，太失望了。女生太漂亮了，男生太正常了，跟别的恋综没有区别。我不知道你们啊，但如果我要去看一个打着旗号为母胎单身的恋综的话，我是不期待看到好看的人的。我不希望点开之后是啊，这没谈过，不可能吧？我期待的是，不可能谈过。而且那个节目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问他们为什么觉得自己一直单身到现在呀？他们都说没事耶，没有碰到合适的，装货。这个理由太假了吧，而且也太不牡丹了吧！如果让我上，我就会给出一个诚实的回答，不知道啊。一直在找，我绞尽脑汁，全世界的找啊！喜欢我的我看不上，我喜欢的又太多了。就是他那个节目，就是这种找人思路就容易出问题啊，确实出问题了。那个节目竟然有人塌房，哎，刚播的时候就被爆出来，里面长得最帅的那个男嘉宾之前谈过恋爱。我说哇哦，好意外啊！你找我就没有这个风险呢？真的，就算热搜上爆出来说77以前谈过恋爱，玩弄过很多男人，伤过很多男人的心，根本没有人相信。你们只会在心里想，嘿，他自己买的吧，这是啊。我也根本不需要澄清哈，那些男的自会出来告我。其实说实话，我对那个恋综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真实的牡丹群体缺乏调研。真的，母胎单身想要什么样的恋爱呀？要命定的缘分，坚定的选择，要我心门紧锁，他破门而入。赶也赶不走，就是要爱我，好烦呐！就那个节目上，虽然都是俊男美女啊，但都是牡丹，都想要这种入室抢劫的爱情，那都想被抢，谁去抢别人啊？整个节目没有暧昧氛围，没有你争我抢，像几个柳下惠在那孔融让梨。他们一起去海边玩，海边多浪漫呐！结果女生走一块儿，男生走一块儿。我说干嘛呀？课间上厕所呀？这个节目根本就不懂牡丹，他设置那些普通的环节，想让他们拉扯，
牡丹拉扯，牡丹哪会拉扯？去海底捞都不点扯面的。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不如让我来做，我要做我就做大体量的节目，不做 S 级，做 XL 级。我牡丹了太多年了，我属于是那个牡丹专家。接下来给你们讲一讲我对这个恋综的规划。准备好了吗 ？Follow me。第一次见面，先破冰，直接亲嘴儿。相信我，这个就是最适合牡丹的。要先把他们那个压抑的问题解决一下。而且这样的话，就算最后没有谈上，哈哈，也不白来。可能有一些人心里在想了，有些冒昧吧？哎，你管那个，就说想不想看吧。那大家确实没经验嘛，不会弹也没关系。歌手不是有那个帮帮唱吗？咱们整那个帮帮弹。你找一对海王海后，而且海王海后一定要找那种真心实意收徒的。你们懂吧？有一些人总是说不知道啊，顺其自然就在一起了，这种就不行啊。而且咱们可以找明星来当海王海后，也比较有流量嘛。女明星的话可以找那个潇洒小姐。男明星的话随便找一个就可以了。你们想这个到时候多精彩啊！到时候后采的时候问牡丹的女生说她都教你什么了？她说我很好，让我要自信，而且一定要去爱一个会肯定自己的人。然后呢，我爱上老师了。至于那几个牡丹的男生啊，我发现他们已经进化了，他们已经不再空气投篮了，他们开始整那个破碎感。有人喜欢那个男人的破碎感吗？嘿，我也很讨厌，因为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是在利用我们的同情心给他们当妈。真的，要我说，不如空气投篮。是不是大哥？真的，咱们实话实说，哎，空气投篮，至少说明这个男的他，哎，身体好，他跳得起来，虽然愚蠢，但是清澈，并且很真实啊，破碎感就很做作。这种呢，就让海王带着他们自我反思，每天全员附送。我不特别，我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自卑又自大，没有读过几本书却感到很痛苦，但又无法表达，因为我没有读过几本书。我在网络上用脆弱和文艺伪装自己，其实我只想看看腿。好，讲完了再喊啊！我其实还挺想上自己这个恋综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当然，别的恋综也可以啊。恋综要是再不来找我，我就要开始策划别的恋综了。要我策划，全部亲嘴儿，其他综艺都亲嘴儿，喜丹亲嘴儿，观众你们也亲嘴儿。哎，你管他好不好笑啊，都不白来，是不是？
确实解决不了真正的恋爱问题，只能靠自己打开心门，勇敢的去靠近他人，真实的去体验，幸福也好，受伤也好，人生一趟都不白来。谢谢大家。谢谢七七。喜欢七七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我从来没有演得这么高兴过。我好放松啊！我爱你们。我要参加你们恋综。我有钱了我就搞那个恋综啊。你先说，你先说。没事儿，没事儿，你可以先说，这是你的时刻呀。因为我上这个节目已经蛮多期了啊，我每次都很紧张，但这一次是我最放松的时刻，非常感谢跟你们一起共创这个时刻。而且确实精彩哈，就是一想到5分钟后要让大家亲嘴儿，对。你懂我，庞博。全场只有我知道一会儿5分钟后你们要亲嘴儿那个劲儿是吧？我自己有的时候想我自己这个稿子啊，在被窝里面乐。我说这也太荒谬了吧，这也。我刚才过程中，我实在是不成了。旁边有一个这个，又觉得开心，又愉快，又半听得懂半听不懂，但是还很兴奋的一个老人家，哇，在旁边，我给他拍了很多的照片，在旁边哇。你拍我干什么？我看看，你看，你等等啊，到最后都笑花了，你知道吗？中间特别开心的在啊乐着嘛，空气投篮什么意思？空气投篮是啥意思？哎，对，什么叫空气？空气投篮，你解释一下吧，大哥，好不好？哎，你们示范一下好不好？你没有年轻的时候，大家都这么，不是男孩耍帅不都这样吗？太过分了！拿空气投篮当耍帅，对，就爱耍帅，是的，是的。这有什么帅的呀？就是我在想，你说你这个段子引起多大的这个反响？我相信你最后说的是真的，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记得住。你知道吧？你就知道你前面那些话有多厉害了，真挺棒的，全是金句呀。为什么咱们观众反响最大的那些话，就是反而是这有点带点小邪恶的，是吧？神奇，因为他们知道不可能，也做不了啊。没准儿，没准儿，我会努力的。真挺好的，听着就过瘾。是我们向往爱与光明，是吧？对。对呀，对呀，太好了。我对七七是天然的喜欢，无论他干嘛，就无论他是这个样子还是什么样的，都特别喜欢。然后你刚才就特别像在演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就是他刚才你那个表情，我问他，我说你怎么到现在都不谈恋爱？我也不知道，就是你那个表情，不是那个特别精准，那个特别准，太精准了，就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谈不了，但是就是一直没有谈，然后我就一直在教他该怎么样。没有，那你很适合来上我这个节目，因为你很乐于助人，善于教学啊。是，我是很真诚，愿意教别人的那种。你不是老当那个观察员吗？是我观察过优酷和腾讯的2档恋综。但是看和你这说实际到底拍演还是2回事儿。你这节目我确实挺感兴趣。哎，到时候你也来。
很多时候大家聊到所谓的更宽泛的，就是感情话题也好，很多人会觉得脱口秀里讲的不够好，是在于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不够极致坦诚。七七今天至少这段就是极致坦诚。我也特别喜欢那个，我不知道啊，就是那个是台上演员展示他的脆弱的时候，大家才敢放心的把自己的负面的也好、邪恶的也好的一些情绪，同样的释放给演员。所以我觉得七七这段确实倍儿爽，倍儿爽，哎，倍儿爽。这儿，谢谢大家的信任。最后一句了，我还是想再问一下，那个牡丹是什么？哦，对，牡丹是什么？我猜他就不知道，你知道吗？哦，哎，那这一整篇听得懂吗？那为什么叫牡丹呢？就是母胎单身。您一直以为是一段花卉脱口秀是吧？对啊。乃文哥刚才一开灯，唯有牡丹真国色，七七你花开时节动京城。哦，母胎单身牡丹。亲嘴儿，您明白吧？乃文哥快被玩坏了。谢谢乃文哥。哎呀，谢谢七七。那我们把喵喵也请回舞台中央，看看对决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200了，已经快200了。你说他跟黑丹谁票高？我不知道啊，就差点满票啊！按照规则，我还是很遗憾的要先请喵喵前往待定区。216票，七七直接晋级。七七也是第3年了，演到现在，你只要一直讲，只要一直说，相信观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恭喜七七！七七太炸了，他从一上台就是王者了。七七他经常跟我说，他说我在舞台上大部分时候的放松是装出来的，然后装着装着就真的放松了。没有就对了。他说这次我能看出来是真的放松。Follow me。那其实更让我感到开心的是，我真正的学会了放松，真正的就是享受了这个舞台。扬眉吐气。去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谢谢。连拿2个赛段的第1。没有。谢谢是单期第1。哦，对，谢谢拿了第1，当时就把1姐的位置给他做了，现在终于拿回来了。要拿回来了。我们是流动1姐。对，就是流动1姐。我真觉得1姐又进化了，1姐就是1姐。欢迎来到喜提一单脱口秀对决。今天庞博的对手是沈耿，庞博该怎么和他比拼口才呢？这么拼！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外卖低至5折起。恭喜您喜提单！啊！拜托，给我一个脍炙人口的梗吧！脍炙人口！这梗真是越想越好啊！上淘宝闪购搜悦享，悦享会员享1对1即送券。救命啊！你写了我，又说我是烂梗，今天我就和你拼了！拼就拼，我拼好了。上淘宝闪购搜夏日拼团，点外卖拼团更好更优惠。那一场精彩的对决之后，我们还是要继续比赛。下一组对决要出场的是哪2位朋友？请看大屏幕。
我俩不算对抗路啊，我俩算下路。他打 AD，我给他打辅助。没玩过英雄联盟，咱们下路。双晋级，高分晋级，中分也行。低分不行。你不够愤怒。来，我觉得我会赢。我觉得我会赢。我会赢。率先要出场的这位演员，也在这个舞台上陪伴大家走到第3年了。他跟我们分享过很多事情，比如他的一天呢，还有他的很多泪水啊！掌声有请大老王。大家好，我是大老王。我今年33岁，30岁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参加《喜剧之王》单口季，很累很累，是的，是的，成绩差的人也是累的。主要是反馈很奇怪，都来自于弹幕，很多发弹幕朋友很极端，你知道吗？要不夸我夸的看不懂。说从我段子里面看到那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要不不看段子，主要帮演员调整体态。说我脖子短，是乌龟颈，乌龟的脖子，骂人太难听了。但你有没有看过乌龟吃东西？乌龟脖子不短的，乌龟是穿搭问题。我是纯短，还有那种网上那种帖子莫名其妙说哪个脱口秀演员脖子最短呀？下面评论大老王吧。好像大家确实在大城市都很在乎体重、体态这些。我也经常减肥，看不太懂很多减肥的帖子，说少吃点儿。朋友说你吃到8分饱不就好了？我说吃到8分饱了，那剩下的92分怎么办啊？我其实真的，我特别讨厌是那种减肥成功的人。很烦，你有时候跟他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吧。他说，抱歉，我没有热量缺口了，我没有热量缺口了。我把腿卸了就有了。但你跟你的胖子朋友说，今天晚上吃点好的，他说，抱歉，我在减肥。你跟他说明天再减，说，行。谁说胖子不爱运动的？这不是给台阶就下吗？很喜欢胖的朋友很会安慰人，你有时候就是抱怨1个月1斤没瘦，那种减肥成功的朋友就会说那种屁话。你真的做到干净饮食了吗？你真的做到好好休息吗？你真的做到天天好好运动？你真的有为自己拼命吗？我说你是谁呀？你是多邻国呀？我觉得胖子是有好处的，因为胖子不参与美丑的竞争。对吧？胖子长都差不多的。我有时候看宣传照是分不清楚我跟刘仁成的。我理解不了那种减肥纯为了变帅的人。我认为减肥等于瘦，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等于健康，但不一定等于帅。减肥有可能会丑得更清晰，是吧？但你要说你从小胖到大，想瘦一次看看，我也完全能理解，但我也没有这个动力，因为我不是从小胖到大的人，我是20岁才开始变胖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见过自己最帅的时候什么样，一般。没必要的，我挺忙的，朋友，30多了，我工作、生活、家庭一团糟，决定花足够多时间减肥，终于瘦到自己颜值的顶楼，一开电梯门 B2。而且饮食也定型了，因为我是内蒙人，从小到大就是羊肉、碳水，不怎么吃蔬菜，唯一的蔬菜是土豆。近些年才知道也是碳水。我们这个土豆怎么吃？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们会拿高压锅压一锅羊肉，然后羊肉捞出来会剩下一锅纯粹的羊油，羊油炖土豆。
你别管现在几点，谁吃谁午睡。在内蒙特别爱吃麦当劳，解腻。所以我完全知道为什么瘦不下来，我真的太爱吃了，我是那种吃到好吃东西会失忆的人。哎，我吃了吗？开心。但就是这样，对吧？你年纪越来越大，你代谢越来越差，你就是身体会越来越差。我身体变差的很清晰，一年会有一个新的毛病。30岁那年脂肪肝，31岁颈椎病，32岁失眠，然后因为这些意外的养成了很多好习惯。因为脂肪肝开始运动，因为颈椎病开始不低头玩手机，因为失眠开始早睡早起，太有意思了。我现在好习惯越来越多，身体越来越差。你问我怎么养成这么多好习惯的？我说首先你得有一个坏身体。我说怎么身体差的收益这么高吗？我现在有点期待我的80岁了，成为自律博主。80岁高能量乌龟颈男孩自律的一天。人就是会越长大越发现真实的自己。我慢慢发现真实的我就是狼人杀里的村民，那种白天瞎忙活，晚上倒头就睡，没有任何技能，所有人看到你就知道你肯定是个好人。最擅长的事情是站错队。所以你跟同行也很难交流，因为大家作息完全不一样。同行基本上早晨6点睡，我6点醒，他们像给我守夜的。我想跟同行聊天，只能晚上我起夜的时候。前2天3点多给林剪辑回消息，林剪辑很震撼说：“王哥，你怎么还没睡？”我说：“我去上厕所。”他说：“王哥。”原来你用的是企业微信。我很怕30岁不成功，怕着怕着就33了，发现不成功是不会死的。30而立是不是就是 PUA 我们的话术，告诉我们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事儿？做不到是完全可以的，而且你发现一旦30不立，你就是可以做任何事儿的。一旦30不立，其实你就可以31立，或者32立，然后33直接知天命。35岁被优化，3个6开，3期21天养成一个好习惯，80岁成为自律博主，偷偷吃羊油炖土豆。我媳妇儿说：“你是不是馋疯了？”我说：“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中感受到一种30岁的绝望的禅意？”就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大老王。谢谢大老王。喜欢大老王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紧张吗？不好接吧？还行。你都不看着我跟我聊天了。我在这儿。抱歉。你好。这对吧？你都没光了，这是。哎呀喂，因为我知道接在77后边是大老王，这是咱们出了名的心态好的朋友。是的，好心态毁了我的一生嘛。你还是这么聊天，我就放心了。他真的是心态蛮好的，上来节奏一点没乱，对待一锅这个沸腾的油哈，再上来以后重新把油温调整好了，调整到自己合适的温度，然后一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炖土豆了啊！对，他之前就直接往那油里跳，之前都是让油烫哭了都。哎，最后那句是什么来着？就是你有没有从我的段子里感受到30岁的绝望的禅意？这是特好，这句我都想记下来啊，放在黄渤的说话之道里。对，节目组把他那段掐掉，版权我买了。我觉得大老王是越变越开心了。之前我总觉得他还是挺容易脆弱的，然后或者是，然后淡淡的。你不开心是因为减肥，有吗？我减肥挺成功的，我这次从185减到206来的节目。你有206？206，啊？
真看不出来。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啊！我1.9米呢，还。你有什么资格在这台上聊减肥呀？问题是，每个人都拥有讲自己减肥的权利。对不起，我是小海。抬这么高吗？那问问阿成呗。感谢阿成，因为这个段子里很多地方都是阿成帮我加过的，就是胖子还有包括胖子。这边稿子里面什么胖子朋友的反应都是我的反应。是的，很开心看大老王这篇，而且他压力确实很大，他的心态也非常差。哎，但很开心的顶住了，非常棒，非常棒。确实顶得挺好的，我觉得大老王演完是这全场的观众朋友可能除了听段子之外，都在想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羊油炖土豆，到底啥味儿啊？想知道吗？上淘宝闪购点外卖，搜夏日拼团更优惠，品质好，送货快，吃掉那个叫绝望的馋意。哎，好，谢谢大老王。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朋友，要跟大老王比试一番的朋友，不仅是一位脱口秀演员，也是一位摇滚乐手。哎，有他在，咱这儿天天都是音乐节。掌声有请亲友。嗨，大家好，我是七友。我是一个摇滚乐队的贝斯手。但其实你们能分得清楚吉他跟贝斯吗？我身边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甚至有人会问我说：“你的贝斯是吉他吗？”我说：“你的爸爸是妈妈吗？”他说：“我以为你们乐器也分地区，南方叫贝斯，北方叫吉他。”我说：“那我住在秦岭淮河，该不会弹的叫贝吉他吧？”干摇滚乐很不挣钱，所以我身边很多的乐手朋友的经济常识非常的贫瘠。今年3月份我们演出，我问他们，我说：“你们退税了吗？”我队友说：“摇滚乐不需要退税。”我说：“我退了2000。”他说：“啊，快教我。”当时就帮我朋友退了500块钱，他整个人特别兴奋，他说：“哇，七友你也太厉害了，你都会钻上面空子了。”我说这个钱是正规途径，是国家本来就应该给我们的。他说都懂，我就知道他没懂。他跟所有人说国家今年要给每个乐手发500块钱。就会有人过来问我说听说今年有那个摇滚乐补助，去哪儿领？我说对，今年干摇滚有国补。那天帮很多朋友退到税，所以那天整个晚上，整个 live house 所有摇滚乐手全在退税。整个国家最叛逆的一群人在干最遵纪守法的一件事。同样是艺人，有的明星偷税漏税，摇滚乐手不会退税。但是有的乐手退税就退税吧，非得装酷，跟我说自己注册不成功。我一看，姓名那栏给我填了网名。我说你填这个，国家应该不敢给你退吧？哈，北京摇滚地下之王。我说就算退了你也收不到，这个钱应该退给窦唯了吧？最后终于注册好了，跟我说不许告诉任何人我退过税。我说 OK 哈，突然发现哥们儿多想，根本没到起征点呢。家里都没米了，还担心一会儿晕碳呢啊！中间还问我怎么合理避税，根本就没有，你有什么税要避啊？一个摇滚乐手，如果你非要避的话，只用避一个税，就是避免和粉丝税。我觉得太不酷了，你不知道可以退的吗？我说可以退，你就开始想着避税。我觉得逃避太不酷，咱们干摇滚的应该迎难而上。我们不仅不应该合理避税，我们应该非法纳税。没到起征点不管，去税务局扔2000就跑。确实很穷，但我觉得穷是摇滚乐的精神之一，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不是穷，你只是很摇滚。你穿的不是2手衣服，是新裤子。
住的更不是什么合租房，是万能青年旅店。在我眼里，我觉得干摇滚挣不到钱是件很浪漫的事情，琼瑶。我觉得摇滚乐手就应该穷，穷的时候我写的歌词就非常真挚的穷。我最爱去的唱片店，他也没撑过那个夏天。为啥没撑过？因为他只看不买。那么火了之后，他写的歌词虽然也很穷，但你总感觉他偷偷接商务了。可是我把吃卖了。啊？下一句呢？该不会是什么二手车买卖哪里好吧？那当然是。哎，等什么呢？我可没接商务。不挣钱，所以不能挑活，所以接过一些奇怪的演出。我们接过一个景区的活，到了发现这个景区是一个寺庙。我说怪不得问主办我们今天在哪演，他说我们在一个 live house。哇，那天整个庙里面，除了没头发的，就是长头发。小和尚其实不理解，他说你们这6根弦的乐器怎么这么吵？不是说6根清净吗？我觉得小和尚都绝望了，他可能想这就是绝望的禅意吧。就感觉我们在这儿演摇滚乐特别不合适，感觉那个被杀死的石家庄人立刻就往生了，而且总感觉我们想跟寺庙比一比，就虽然有轮回，但摇滚不死。那个景区离我家很近，所以我妈带着亲戚们来看我的演出了。你知道东亚小孩一辈子的课题，只要亲戚们在底下看着你，哪怕你在演摇滚乐，你都没法大大方方的。那天全程我队友很愤怒，而我很羞涩。梁山来了个林妹妹，他们在那摇滚不死，我说我说绕坑手。其实我对我妈的感情很拧巴，因为我妈一开始完全不支持我干摇滚，她觉得不挣钱嘛。但我妈越不支持我就越反抗，越反抗我就越摇滚。但一旦我妈认可我的话，就显得我干摇滚这个事儿吧特别孝顺。其实我一直在想，我说虽然我妈一言不发，但会不会我妈其实内心已经认可我了？会不会我演出到家就看到我妈给我买了一把崭新的琴？如果真的看到我，就会眼含热泪对我妈说：“我说妈，你买的这是吉他。”但事实我妈那天什么也没有说，我就问她：“我说妈，你是来看我演出的吧？”我妈说：“不是，我来庙里上香的。”我说：“许了什么愿呀？”她说：“不重要，因为她自己已经实现了。”谢谢你们我家。谢谢基友，喜欢基友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很紧张，那都归大老王跟他组队传染给我了。没想到除了黑灯那个会传染，他那也会传染。他演不好，因为我觉得对我还是蛮重要的这段内容，挺有共鸣的吧？因为就是你说到妈妈那个地方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妈妈也不支持我演戏，然后就给她写信，一开始也是曲折的，也是不被认可的，但后来慢慢发现，当你自己足够热爱的时候，好像自己的妈妈就会接受你的这份热爱，就像你在你的脱口秀里说的一样。我觉得我妈主要是可能不支持我在北京一边干摇滚一边讲脱口秀，就2件事儿。同时干俩不挣钱的，怎么能同时从事2份这样的工作呢？其实我有很多那个摇滚，就是老的那个朋友哦，他摇滚有精神，真的是有精神，不光是叛逆哈，还有那反抗，反抗和叛逆差不多，而且这个精神呢，就是他们不善于表达，是用乐器，用自己的这个歌来表达，所以说就是
我刚才在你的这个段子里，我能感觉出来有这个精神。我觉得你不用紧张，为什么？摇滚它不在意别人，对不对？是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我其实很在意我的队友，我觉得，大老王刚才已经好几次已经眼泪婆娑了，我在旁边看。但是我刚才那几个场景你选的还都挺妙的，摇滚的后台大家退睡，然后到最后演出为什么要去庙里边演呢？其实就是走穴的演出。你这还好了，我以前也是唱歌的，也去过挺怪的地儿。我有一次去一个，它就是一个大的综合的娱乐场所，里边有演出的地方，然后有跳舞的地方，甚至还有洗浴。结果走到台口就听到掌声了。哇，我就觉得这个还可以，因为那个场子有的有热场子，你一上它就很舒服。我觉得今天有了，上场以后就听着在鼓掌，因为有那个追光呲着眼也看不太清楚。快唱了半场了以后，我怎么突然发现有人躺着？你觉得很奇怪。过一会儿仔细看了看，好像不是鼓掌，是足底啪啪啪啪啪啪啪。哇！感受也很奇妙，你知道吗？对对对，啊，各种鞋底的哒哒哒哒哒这种，太幽默了，适合演脱口秀，挠他，你知道吗？我听说节目组还准备了一些素材。就是我妈和我姥姥去看我演，我觉得很魔幻现实主义。我是一个山西人，我觉得很像贾樟柯一个电影叫《站台》里面的一个场景。对，就是我们在一个很简陋的地方演出，但是你的亲人他不管演的怎么样，都会在底下支持你。右下角那是姥姥，对，然后左边是我妈妈。啊，你看姥姥那个眼神，真的就是很明显，她看不太懂，但是很明显她挺高兴啊。我姥那天她跟边上人说，她说你看那个是我孙女，就是那个弹琵琶那个，就是她完全不懂你在干嘛。太好了，那我们把你的队友也请回舞台中央吧。这样的对决还是要有一个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很接近啊，其实。按照规则，我要暂时请基友，很遗憾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大老王177票直接晋级。接下来要比赛的这一组跟前面略有不同，我们会迎来一场3人对决，仍然可能只有1位朋友能直接拿到晋级的机会。请大屏幕为我们展示出场的演员是谁。都是喜丹的老朋友了，那我们请一直没有成组的陈爱、甄勇和卓妍。我一直想要跟陈爱演。让我破坏了啊！我们两个人也是比较有独特的嘛，也比较怪。他们俩都是酷酷的。椅子虽然好吃，但是啄一啄，研究一下，谁才是你的真正的对手？沉浸在这个舞台，爱咋演咋演吧。真勇，勇敢。第一位要上场的演员，他从边境、从山里走过来很不容易，所以大家想要听清他的口音也挺不容易的。请大家仔细听，认真听，有请甄勇。Hello， 大家下午好。来到我口音的世界，好不好？哎，我叫甄勇，我从小是出生在云南的一个小山村里面，直到我长大一点出去读书，我才发现我特别的土。我记得当时我其他的同学都穿上那个名牌鞋，我穿的是那个山寨鞋，不是假鞋，是我们山寨自己做的鞋。还有一个特点是，你们也看得出来，我长得特别黑，从小黑到大。哎，小时候我为了变白，我也悄悄用过我们云南的一些配方。小时候给自己喷那个猛男白药，确实有用。喷完之后，没有人说我黑了，都说我体味重。
记得当时读书的时候有人传说我长得黑，说我特别不好惹，听说我在道上有很多兄弟。当时我社会都没出过呀，我当时想的是他说的那个道不会说的是那个赤道吧？赤道。那些兄弟名字叫几内亚。所以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之后，我会在感情里面比较自卑，我也一直没谈过恋爱。直到我20几岁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生，她非常的优秀，她在这个中科院的昆明动物所读博，还985的硕士。所以刚开始我跟大家的疑问是一样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看得上我。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她的科研方向是东南亚人口种族发展进化与变迁。怪不得刚跟我在一起就说要救父母。但是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他的科研方向嘛。他问我说：“曾勇，你们家有没有什么家族的族谱、民族的族谱呀？”我当时在想，这女孩不一般呀啊！看上我这个高贵的哈尼族血统。我还跟他说：“我说你不要着急嘛，你都还没有毕业的嘛。”后来我才知道，没有我家的族谱，他毕不了业。到我知道他的科研方向之后，我觉得不应该自卑，我该自信，是他需要我，是科学需要我。我就很坚决的跟他说：“我说要不我们分手吧，你一直在利用我。”他说：“好的，反正我快毕业了。”所以这段感情因为这种原因最后分手了，但我感觉这段感情里我是成功的，因为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告诉过他我家祖坟在哪里。就经历了这些生活之后，我会想去做出一些改变，你知道吗？我去年开始上节目之后，会开始了解一些皮肤管理项目。就比如那个光子嫩肤。你们看得出来，光子的确遇到对手了啊。还有时候我也开始买很多潮牌，就比如去年最流行的那个做旧风。我买完之后穿上那个做旧风，像别人捐给我们山区的衣服，你知道吗？而且我可以把所有牌子的潮牌的衣服穿成我们民族的风格，就都说民族的是世界的嘛，我可以把所有世界的穿成民族的。就是不是这些改变还不够？我是不是在想离那些精致的生活太远了？那我也开始了解那些所谓的精英中产在流行什么项目运动，我也开始去了解那个高尔夫球。我真的有一次去打了那个高尔夫球，我就才打了2分钟之后呢，我就立马发了朋友圈。我发完朋友圈之后呢，有个朋友在底下评论到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儿？”我很生气啊！打球什么累的嘛？刚刚捡球的时候才累。所以经历过这个事之后，我打高尔夫球的心态都变了。我不是想把它打入洞好，我是觉得打得越远越好，越远越好，让那个捡球的球童辛苦一点。想不到那个球童呀，开着个铲车就把所有的球都吸下来了。我在想，果然我的人生再怎么努力，就是干不过有产阶级。所以我就一直在想，那高尔夫球也没什么好玩的，它甚至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个弹玻璃珠、弹玻璃球。我都在想，是不是这些人长大了、有钱了，不好意思趴在地上玩，才有了高尔夫球，你知道吗？而且我经历过这些之后，有些时候就是觉得不用刻意改变，做自己也挺好的，对吧？因为在生活中，比起所谓高贵的高尔夫球，我更喜欢弹那个玻璃珠。主要是我弹玻璃珠的时候，没人会走过来跟我说：“是不是主人玩累了，让你玩一会儿啊？”今天讲到这里，谢谢曾勇。谢谢曾勇。喜欢曾勇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今天感觉有点快啊，是不是？有点快吗？我还刻意的降低了语速呢。因为说的有点我得非常努力的去听，就我得特别认真、特别细心的听。就这还有几句都划过去了。可能我刚刚会员加速了嘛。有人常按你了，可能是啊。
有的时候吧，就是特别，它就像一扇门给你拉进来了吧，就怎么着都成；拉不进来吧，就老是深一脚浅一脚，深一脚浅一脚，但是就是一直在找这个节奏的感觉，有一点。也没把你拉进来了，现在进去一个脚，你知道吗？感觉真勇今天的心里好像有点慌张的感觉。我可能就是节奏什么的，我感受不到，我想是让大家快点记，想不到是我自己先快了。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你的整个的这个段子哈，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中了，就是那个意料之外的那个效果，好像还差这么一丝丝。因为真勇在去年来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故事的经历也好，包括他的口音这种呈现的方式，可能上来对大家是耳目一新的，但这肯定也会变成演员创作也好，表演时候的一个要往前再走的一个小的困境。你是不是还要用我这个熟悉的武器，用到什么程度？然后还有什么新的东西？只能一场一场去试，挺好。我们把这个真勇请到休息区。第二位要上场的朋友，这普通话应该是会好一点啊，但是口音也未必不独特。我们今天要听他讲一讲一些少女的烦恼。掌声有请李卓妍。嘿、hey,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卓妍，2楼的朋友李卓妍，我是嗨。今天想要讲讲纹身，不用担心啊，我问过了，是可以讲的啊。我纹身是为了当一个狠人。我是初中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因为当时我也是短发，会比现在再长一点点，但由于我长得有男有女的。所以在别人眼里，我可以是短发女，但通常是个长发男。所以男生愿意跟我玩嘛，但都挺没轻没重的。有一次，他们拿了我的手机去玩，真的是玩手机，那群弱智仔抛接我的小灵通，那手机在我头顶上飞来飞去，我根本够不着啊！他们还边抛边说：“李卓妍咋不接电话？”我咋接啊？这不都飞行模式了吗？我去找老师嘛，老师帮我把手机拿回来了，然后顺便把它没收了。说学校本来就不让带手机，我说班长不也带了吗？他说人家班长成绩好，不会影响学习。我说也没影响我的呀，我不一直垫底吗？他说如果想要拿手机回去的话，只能叫家长。我当时打了一圈电话，叫来了我大伯。我印象中大伯的脸一直是红的，小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酗酒，还以为是因为他仁义。他当时耳朵夹着一根烟，露着满手的纹身，就这么来了学校。虽然他抽烟喝酒纹身，但大伯是个好男孩。因为他不仅帮我把手机拿回来，还把那些男生给唬住了，指着他们问我说：“阿妍呢？想玩他们的手机吗？”我狗仗人势，我说不用了，我不玩2手的。以前我以为在学校里面只有成为了学霸或者校霸才不会被找麻烦。我不想当校霸欺负别人，当学霸过程太漫长，要不我当大伯吧，纹个身就好了呀。因为同样是墨水，刺在皮肤上，比装进肚子里要快得多了。学习我得日日夜夜头悬梁，但纹身只需1个小时锥刺股。所以我就决定要去纹身，要当大伯。之所以为什么不选抽烟喝酒，是因为这些都要持续购买，是个消费陷阱。纹身一次管一辈子是长期主义啊。但我的钱不多，我只能去那种最便宜的纹身店。就一般的纹身店会称自己为工作室，我去的那个只能称为窝点。就是那种从正什么鸡排跟蜜什么冰城，
中间的楼梯上去，在2楼，挺隐秘。我一开始也差点没找到，幸好水王用甜筒指着。那纹身师把我赶走，他不让未成年人纹身，他说你好歹把校服脱了再上来。我说我高3了，18了。他说你别撒谎了，你连喉结都没长出来。后来没办法，就买了纹身贴。成年后也考虑过纹身，我本来想直接纹那种霸气的图案，什么青龙白虎那些，但我做不到，因为我有品味。我想纹小狗，哎，小狗也很凶啊，吉娃娃咬人也很痛的，我纹的时候还特意没拴绳的。我一直在经营我这个狠人人设嘛，我不抽烟的，但如果有人给我递烟的话，我就会说我戒了。怕别人知道我酒量差，我也说戒了。反正来什么戒什么。直到开始有人传说李卓妍啥都沾过。后来我纹身贴的越来越多嘛，因为相信只要我看上去够狠，就没人敢来找我麻烦。但可能看着有点太狠了，就是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真的会来找我。有次演出嘛，一个工作人员过来找我帮忙，说有个醉汉非要进剧场。哎，那醉汉闹事儿我也怕呀。我当时看着手上那只小狗，哇，好可爱。我开始期待能有一个奇迹，就是这只狗可以跳出来，然后为了我变成狼人模样。我只能硬着头皮过去了。我边走边卷袖子，想要露出更多纹身，即使我穿的已经是一件短袖了，所以看着特别滑稽，像是一个鼓起勇气去打疫苗的小孩。我也不敢起冲突，想跟他讲道理，但对方太醉了，无论我讲什么，他都只重复一句“我朋友在里面”。我说你让他出来接你嘛，我朋友在里面，逼得我都不知道该说啥了。我说你朋友不要你了。我俩就这么一来一回，持续了起码5分钟，像是一对糟糕的漫才组合。他人走之后，工作人员过来跟我说：“哎呀，幸好你来了。”但是我挺后怕的，我跟他说：“下次这种事要不先找别人吧。”然后他说：“其实我问一圈了，只有你肯来。”我当时就愣住了。对呀，保安咋没来呢？其实纹身没有让我变成一个狠人，它只是我对大伯的一场 cosplay。结果那个工作人员到处添油加醋的说我有多狠多狠，但也一次都没提过我的纹身。所以我再想想哈，我可能之所以觉得大伯狠，可能也不是因为他的纹身，而是因为那天在学校里面我打了1圈的电话，只有他肯来。讲完了，谢谢大伯，也谢谢你们。谢谢李卓妍。喜欢卓妍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阿嫣。跟阿言说的好多细节，我觉得就是会让我想到我的青少年时期吧。对，就后来发现你怎么装，其实大家都会发现是一个笑话或者是一种破绽感。对，你只有真的长大了，真的成熟了，真的强大了才行。但是我觉得那些装的过程也现在说起来觉得也蛮可爱的，就也没有什么，也不会觉得嘲笑自己。对，谢谢。就到最后你的那个结尾啊，真的也是让我感动了一下。原来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你只要你来了就足够了，跟你什么纹不纹身呀，你装不装狠呀，这一切都无关。然后包括你的成长经历，就是也是很鲜活的，就是已经印在我脑海里了。一个希望长大的一个孩子，不希望被别人欺负的一个孩子，甚至能够保护别人的一个孩子，让我觉得挺感动的。谢谢你。我刚才好像经历了一个
像是用3D 做完了一个可以参加电影节的那种动漫一个短片，然后把自己的伤痛装到这里边，胳膊上的那个小狗真的蹦出来了，保护它，就有点像当时他的那个大伯一样来保护它。对，就是最后真的是还挺感动的，我真的是窥探到了我陌生但是足以震撼到我、感动到我的另外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你要买下来吗？把这个段子？哎，就是有考虑过送吗？你要我给你吗？就啊，对，早晚要进入到成人世界。对，你装过狠人吗？我一般都不装狠，我都装蒜。那很臭哎，很臭啊！我本来还想说认怂的，我不认了。不好意思。我觉得他这也给了我很多解决方案和力量。李卓言是一个特别善良一个人，他的故事里头，他从上一季来的时候都是这种，可能因为形象比较冷峻啊，塑造一个好像挺狠的人，然后用这种方式，其实特别柔软的把所有问题都包裹住了啊，特别好。谢谢。我觉得应该是勇气吧，就是为什么我明明害怕那个醉汉还要过去，是因为我就是知道害怕是什么感觉，所以我才决定过去的。心目中的李卓言挺胆小的，嘴很硬。我觉得我自己挺像一只吉娃娃的，说实话。我发现其实每个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并不是像我看上去这样子，但他们还是没有拆穿，然后其实对我也很温柔，对我也很好。哎，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自己，感觉有点太无能，一直在被保护，给别人添麻烦什么的。但我加油吧，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变一个狠人吧。谢谢卓言，我们请卓言来到休息区。那这一组最后要上场的这位朋友，其实一直看节目的朋友对他也很熟悉了，一直给我们一种淡淡的、冷冷的，但是笑点也挺狠的感觉。我请大家仔细听一听他的故事，掌声有请陈爱。大家好，我叫陈爱。其实我比正常人少了个东西，不是脑子啊，是阑尾。因为我之前不想上学，就装病切了。对，因为上学的时候一直有个女生欺负我，然后有一次学校春游，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我吃的被她扔了，就没吃饭。然后下午走着走着就觉得肚子有点疼，捂着就蹲下了。当时老师和同学都来看我，就连那个欺负我的女生也假装关心我。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想啊，但我当时就一个想法，我不能好。然后我妈带我去医院检查，当时给我检查的是一个年轻医生，他就用手在我肚子附近到处按，问我哪儿疼，但我根本说不出来。本来我以为要被拆穿了，结果那个医生特别负责，他看我支支吾吾，还以为自己按太轻了，就开始使劲儿，然后就不用装了，按哪儿都疼。查到后来，我妈都想制止，说医生别查了，我们快治不起了。但还是没有结果。我看见那医生脸上出现质疑，他可能想怎么自己学到的知识，就是不能准确找到我的病根儿，因为病根儿在6年3班倒数第2排。
摁我没用，你得摁住他。然后我为了不被欺负，就天天装病，说难受。我妈带我去不同的医院检查，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演员的诞生。首先疼这个事儿，光说我妈是不信的，要一边捂着肚子，再配上一点痛苦的表情。我当时就知道我妈不吃文本。吃呈现。去检查的时候要注意，尽量说得很模糊，有点疼，但又好像没那么疼。医生说你一般什么时间疼？我不能告诉他周一到周五疼。那段时间不光磨练了演技，也在跟不同医生交手的时候学知识，已经能正确找到胃、阑尾、盲肠的位置，所以我也没耽误学习。他们还在上小学，我都学专业课了。最后其实确诊为阑尾炎，因为那个年代不像现在，没办法查这么细。开始给我输液，我很喜欢。虽然手上挂着点滴，行动不便，但一想到不用去学校，就很自由。我当时就明白，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有点滴的自由。但医生坐不住了，他看我打了2个月针都没好，就提议手术。本来我是怕开刀的，直到我妈跟我商量说，你要想好，手术加上恢复，又得1个月不能上学。我心想，那还等什么呢？赶紧开始吧，再拖就要暑假了。最后手术的时候，医生是从我肚子里取出了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健康的阑尾，但我也不会被拆穿，因为我感觉事情到了这个程度，他比我更需要保守这个秘密。术后扔掉那个阑尾，我妈还看了一眼，她不理解为什么别人的都萎缩发黑，就我的那么健康。可能因为有些东西跟人一样，看着挺好，但里头已经烂了。然后这个事儿过了很久，直到前几年《黑暗荣耀》播出的时候，我哭了，尤其看到文东恩身上那么多疤，想到我自己，一个都没有，只有一个阑尾的疤。因为他很会打我，能既让我疼，又不把我打坏。因为比起打坏我，他更享受那种让我害怕他的感觉。经常跟我说，信不信我揍你？他不想当个坏人，他想给我当妈。然后，所以你们可能觉得这事儿有点夸张，但我始终觉得我是赚的。因为比起开刀，那种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打的恐惧，更让我痛苦，所以我这也是一种自保，就像壁虎断尾，只不过我断的是阑尾。我知道讲到这儿，你们可能会有点心疼我，那你们就心疼一会儿。但这个故事还有后续，就是去年那个女生的爸爸遇见我妈。说他因为乳腺癌去世了。因为他脾气一直很大，很爱生气。听到这个消息，我也没有多开心，因为我觉得打我几下罪不至此。我甚至有点自责，因为我觉得上学那几年是一个人性格的定型时期，该不会是因为我没反抗，把他惯坏了吧？所以如果重来一次，我会反抗。这也是在救我们2个，就应该我打他，让他装病去医院，或许能早点查出乳腺癌。我要教会他一个道理：打不死你的，只会让你更健康。
最后医学上说阑尾是身上最没用的器官，但它却救了我，为我的青春画上句号。切阑尾的故事，就是我的青春疼痛文学。只是我的青春疼痛不是左耳，是右腹。讲的是谢谢大家。谢谢陈爱。喜欢陈爱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请锁票。谢谢陈爱。我想先问个问题啊，因为咱们在选这个对决的对手的时候，我记得阿嫣和陈爱，你俩就一直想一起比来着，是吧？对，我想跟他一起演，因为第一轮的时候他已经说过，其实想要跟我一起演的。而且我觉得很巧的，我那天跟阿嫣说，就是疤就是一种纹身，纹身也是一种疤。对，我们两个相似点超多的，我们都是那种表演型的演员，然后呈现都很好，什么也很炸，肢体语言特别丰富啊。对对对，很活泼。这个既然最后说到这青春疼痛文学了，咱问问小马老师这段的感受。哎呀，说，刚才听你说到那个要学会反抗的时候，啊，就觉得好有道理啊！就是这个反抗不光是对我自己，也是对他的。就是从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好像我以前没有做到的事情。就可能当时我们都还不理解什么是反抗，或者是这件事情反抗是对的吗？但是至少我们现在明白了吧？那你现在释怀了吗？其实我对他已经没有情绪，因为之前听我妈跟我提起他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这个人都已经忘了。因为我确实我觉得恨一个人也很累。是的。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伤害我的人，他们可能不止在伤害我们，他也在伤害他自己。对，非常赞同。之前我在线上看过你的那个火葬场的那个，就挺狠的。这一次我感觉哎呀，好像把我的格局又打开了一些啊，就是觉得原来事情不是只分一面。就当你反抗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帮助另外一个人。反抗不一定说是为自己，这个很棒，我喜欢。谢谢。我觉得陈爱在这一季变化挺大，我发现你这一季特别爱笑，是不是？因为我不爱笑，观众更不敢笑。是不是和很多这个同仁们在一起工作呀、生活呀，会让你越来越能打开自己，越来越愿意聊一聊自己过去这些事儿？就和上一季你的行文风格就非常不一样，就感觉就这一季你变得柔软了，你变得善良了很多。我不一直都善良吗？你以前比较更锋利一些。对，当然我这人可能恶毒一点啊，因为我特别喜欢你那些个就扎死别人的那些个武器，你偶尔扎我2下，我也挺爱看的。你怎么那么瘦？对，因为很少有人能在扎别人的时候还让别人就是心甘情愿的被扎，他扎我还挺乐意的。就从我刚才这个角度来看，他一直在扎你，你一直挺开心，你知道吗？是吗？确实是。哎呀，太好了，这是同学。我想知道，比如这个段子在开放麦也好，或者之前演出的也好，你收获到的反馈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能想象，它肯定不是那种，就是大家皆大欢喜、满堂爆笑的那种状态嘛。收获的反馈一般，所以我就少去收获。比赛也好，结果也好，可能对陈爱来说，或者对于他的朋友来说，都没有这个讲出这个段子更重要可能。但我矛盾的点在于，因为我现在有时候坐在观众的身后，我也会在想，我们面对的观众是可以说五花八门，来自天涯海角、世界各地，他们打开手机也好，电视也好，观看这段表演的目的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大家会对这些表演给予什么样的反馈，可能这也是脱口秀有意思的地方吧。但你愿意讲，你坚持讲，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更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啊！谢谢陈爱，谢谢。对决有个结果，咱们申勇和阿嫣也回到舞台中央，看看这个双向奔赴的阿嫣和陈爱，以及莫名其妙乱入的申勇，这个对决会有怎样的结果？请看大屏幕。好，
按照规则，我要很遗憾的先请真勇和陈爱暂时前往待定区。同时恭喜李卓妍173票，直接晋级，恭喜！那随着这场3人1v1的对决，我们今天对抗路友谊赛的上半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恭喜上半场晋级的所有演员朋友，恭喜！我们下半场精彩继续。新人强势来袭，老将惊喜升级。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强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用喜剧点燃这个夏天。上微博参与喜单3爆梗见证官点评活动，选出你心中的最佳爆梗。上微博参与我是喜单铁粉，我申请加入总决赛超话许愿活动，有机会来到喜单总决赛录制现场。喜剧之王单口季线下巡演已开始，全网搜索新的派，了解更多喜单巡演信息。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第2赛段对抗路友谊赛现在继续。我最喜欢角色其实是曹操，我在营帐里睡觉，你来叫我起床。哦，我来叫你起床。这谁不想杀人？我说只要你把绿背镜给我，你不仅是我哥，你还是我大哥。大哥天，大哥地，大哥能顶天立地，大哥风，大哥雨，大哥能呼风唤雨，你是我的好大哥，有房有车，谢谢大哥。当时就大哥掏出个手雷就把我炸死了。如果是我也得扔。我之前在路上遇到过一辆运共享单车的大卡车，他也用小孩声音说话，开着来了句说：“我要靠边停车了，请让一下。”你们见过擎天柱穿肚兜吗？宝贝儿，咱们学吉他啊，以后啊当郎朗。我说咱学吉他应该是当不了郎朗，郎朗学吉他都当不了郎朗。你要这个盐搓、醋搓还是奶搓？我也不懂啊，啥叫奶搓？奶搓就是李乃文给你搓。我6岁的时候被家里强行报名学过1年拉丁舞，那个老师超级震撼，就看着我的2位家长，为什么拉个壮丁来跳舞？对决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是谁在领奖？谁呀？不是我在角落飘领奖。啊，不是我。排队后合照站最边上。我咋办？你开着唱，我跟唱，点绿就响。从来就没有与生俱来就学技巧。你只是北京腔，我可是北京腔。没有外人敬仰，只有外人敬仰。就我自己努力奋斗。就算是个路人甲，咸鱼也要翻身打。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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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每周1 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走心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奇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投稿《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2创视频赢现金奖励。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更多精彩内容。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3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上前程无忧无忧 job 找高薪工作，赚到你笑。下载网易小蜜蜂，看年轻人的朋友圈，拥有到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爱情